这部剧会不会和玉观音同时发生冲突？大家好，我将不遗余力的每天为大家呈现文章。娱乐圈里有很多有趣的故事，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爱情观，每天都想看吧。每个明星都有自己的过去，最近也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，我在这里给大家推送一下，请大家每天都来看看，总能找到一些你想知道的明星的趣事，也许你会看到一些关于自己爱豆的故事。近年来，电视剧不断发展，影响收视率的主要因素有情节主题、演员阵容、播出时间等。一般来说，节假日播出的收视率相对较高，很多观众有时间追剧，尤其是在寒暑假期间。很多电视剧也会争相占据这段时间的播出，如《玉骨留香》《沉香落雁》等。很多电视剧已经排好了档期，比如低调上映的《星光大道》。最近网上出现了一则关于沉香如屑的信息。看到这条信息后，网友们解释说，他们终于知道了这部剧还没有开播的原因。但是这部剧真的会和玉观音发生冲突吗？《盗梦空间》结束后，很多喜欢看古装剧的网友又一次陷入了电视荒。虽然吴磊和赵露思的《星汉灿烂》已经播出了很久，但他们还是忍不住想要沉鱼落雁。目前，该剧的预定总数已超过200万。纵观待播剧《沉香如屑》排名第2，这证明观众对该剧非常期待。《沉香如屑》是由最受欢迎的小说改编而成。叙述中提到，一个是爱了他1000年的应元帝，另一个是跟了他几十年的于妖于墨。他会选择最亲爱的人，还是最爱他的人？从小说的结果来看，严光会选择爱他的人，也就是于墨。从官方的镜头来看，最后的结果应该会发生变化，但最终的结果如何，我们还需要从剧中找出答案。不久前，网上有消息称沉香将于6月24日播出，该剧将接档传家宝，但最终接档传家宝的是我叫刘金凤。该剧现在已经结束。随后，网上有消息称沉香将于7月中下旬播出。从网上公布的信息来看，沉香如碎将分为2部分，即沉香如碎40集和沉香重华40集。该剧共有80集。相比之下，《沉香尽》只有63集，《甄嬛传》只有76集。正是因为集数太长，这部剧被网民嘲笑。众所周知，大多数电视剧都喜欢在暑期档上映，因为这段时间的收视率会比较高。但为什么《灰姑娘》没有上映呢？细心的网友们发现了其中的原因。7月8日，网上有消息称，杨紫和程毅主演的《神雕侠侣》和《神雕侠侣》早已经拿到了网剧发行备案号。在此之前，《沉香如碎》早已获得了电视剧发行许可证，也就是说，当时已经可以播出了。但由于下部没有被靠背播出的许可证，官方只能等待才能正式播出。在《沉香如酥》中，程毅将独自扮演3个角色：应元、唐周和玄烨。不用说，这对程毅的表演是一个很大的考验。从预告片来看，程毅的表现还是不错的。除了一个人演3个角色，杨紫现在被称为最悲催的女主角，所以在追剧的时候要有不被虐的心理准备。《神雕侠侣》如果审核成功，官方预告相信早就开始了，但很多网友担心《神雕侠侣》和玉骨遥会撞车，毕竟这2部剧都是还没播出的热门剧。亲爱的读者，如果这2部剧真的相撞，你期待哪部剧的播出？让我们在评论区回顾一下。2022上半年中国话剧明星人气榜，肖战凭借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夺冠。中国顶级男演员肖战近日凭借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和《王牌部队》夺得2022上半年中国话剧明星人气榜。杨洋虽然有2部剧《试一试世界》和《特战荣耀》，最后还是以小分差不敌雷佳音，仅获得季军，对方凭借《世界》获得亚军和《会议季节》。榜单以2022年上半年有2部以上作品为标准，首轮入选赵丽颖、刘亦菲、迪丽热巴、杨紫。说好话有2部，但因为《梦花录》正式大结局定在7月，所以该剧被列入下半年电视剧计算，没有参赛资格。Speaking Well 几乎没有人气。而任嘉伦虽然有《鲨鱼的故事》和《蓝焰突击》2部剧，
但蓝焰突击的人气却不够高，甚至因此被挤掉了前10榜单。2022年上半年，10大当红中国话剧明星揭晓，肖战的第1名得到了大部分网友的肯定，无论是余生，请多指教的医生顾威，还是士兵王牌军顾银业，让观众看到他的演技变了。肖战今年的事业蒸蒸日上，不仅上半年大丰收，下半年还有2新剧即将播出，《玉骨遥》和《梦中的海》。此外，最近有消息称他即将与白百合合作，在职场剧《太阳有我》中，不少网友猜测他将在下半年继续称霸排行榜。杨洋上半年的2部剧，无论是《试一试世界》中的黑多多，还是《特别战争荣耀》中的颜破月，都是骂多于称赞。虽然人气很高，但几乎每一集都会被炮轰，而且他的角色影响力也不如雷佳音在《世界》中的周秉昆和《相逢时节》中的简宏成，所以有网友认为他输给了第2名的雷佳音，只获得了第3名，这其实是很合理的。第4名是宋佳，凭借《天下》和《半亮》夺冠。第5名是吴谨言，主演了《传家宝》和《上市》，话题性十足。第6名是李易峰，领衔主演的《暗夜行者》和《镜中双城》获得关注。第7名是演唱《人间》和《幸福二重唱》的尹涛。第8名是冯绍峰，他在《心中的家》和《山河月光》中的演技引发了热议。第9名是张若昀，他的警察荣誉得到了大部分网友的好评。薛中含刀行又是红又是被骂，聂远的《传家宝》起风的龙喜和《亲爱的孩子》获得第10名。03花和男孩杨洋发生了什么事？杨洋在《花儿与少年2》中确实吃了不少苦头，河井柏然全程承包了大家的大行李箱，他被遗忘，迷失在伦敦街头，以为自己可以在原地等姐姐们，最终没有人来找他。《花儿与少年》第2季是由湖南卫视推出的大型明星姐弟自救真人秀节目，共11集。本赛季的7位正式成员分别是毛阿敏、许晴、宁静、陈意涵、郑爽、井柏然、杨洋。华少兄妹团将启程前往英国、土耳其、阿联酋，没有经纪人，没有助理，每天都在有限的生活费用的约束下，在一个对生活不熟悉甚至完全不懂语言的国家，完成一次异国背包的奇妙之旅。杨洋和井柏然是全队的2个男生，他们帮姊妹做些重活是对的，但也不是理所当然的。就只有杨洋和井柏然2个人扛着10几个超大箱子，其中陈意涵帮他们搬了2次，其他姐妹已经睡得很安详，只有他们2个人搬完箱子后筋疲力尽，一个人也没有几句安慰的话。在1集中，杨洋并没有和大家一起去，那时他在异国他乡。杨洋一个人走在大街上，在街上迷路的杨洋以为别人会来接他，于是就在街上等着。等天黑了，酒店里没有人来接他，排气管杨洋孤零零地站在大街上，可想而知他心中的孤独和失落。最终，杨洋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回到了酒店，他以为其他人会来接他，但没有人等。